林总，杨晓自杀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杨小人下落不明，如果真是跳河自杀，到现在已经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了，人可能已经不在了。我不打算逃避责任。你代表的是公司，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鹏翔航空刚才给我打过电话。 说等明天他们的负责人过来以后再商议。霍总，今天先不要回应。如果有媒体采访，就说我们希望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集中搜救上。好。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初我拦着林钟硕，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当年害死一个，现在又补上一个，没人能救得了他们。我觉得，明天仅仅是林钟硕认错，并不能解决我们季格公关跟鹏翔航空的危机。还有别的办法吗？ 虽然我不忍心这么说，但的确有一个转移视线跟责任的方法。你说。林总，这是静雅姐的，她不好意思交给你，让我转交给你。你的呢？你什么时候走？ 我没想走，你也走吧，我这儿不需要你。不管你和公司遇到什么困难，我让你走。怎么样了？ 我刚了解了情况，杨晓是留下了遗书，之后人就失踪了，但是有邻居看到他深夜往河边走。遗体打捞到了吗？还不能确定是跳河自杀，不过杨晓有抑郁症是真的，这个是有医院诊断的。新闻上说杨晓的自杀是当时鹏翔航空的公关代表逼迫的，会不会就是林钟硕啊？ 如果这个人真的那么可怕，幸亏文文姐离开他。也不知道文文姐有没有关注杨晓的报道。干嘛躲着我？我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我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是我最好的朋友。对不起，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路。我可以为你求方力，保住你在季格的工作。只要你和林钟硕划清界限，他就一定会同意的。还没到最后一刻，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相信林总，他是不会失败的。
住旁边的吧？我们刚搬进来的，有空过来玩吧。妈，这叔叔还挺帅的。把门关上。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需要我随时联系。鹏翔航空的负责人今日已经抵达成都，在发上面航空难遇难者家属自杀之后，鹏翔航空首席开始协议，还是提高赔偿。这位是我们的 CEO 方总，这位是鹏翔航空的 Mike， 你好，这位是 Kevin， 你好。那个自杀遇难者家属现在什么情况？还没有消息。发生这样的事，我对这个公关非常失望。这属于节外生枝搞出的事情，我们希望这个公关可以负全责。麦克，我们并不想推卸责任，但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由于你们对于鹏翔航空遇难者家属的赔偿金太低，所以我们迫于压力，才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手段。我们的赔偿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我们对机上所有的乘客都是同一标准进行赔偿的。如果提高对中国乘客的赔偿，势必也要提高对其他国家遇难乘客的赔偿。这样的话，就超出了保险公司为我们担保的总金额，多余的钱就要我们自己来承担。但这样的话，也可以表明鹏翔航空对这起空难的责任心跟承担的意识啊。我觉得请你们记住，你们是为我们服务的，不要再想说服我们提高赔偿金额了。这个金额是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怎么解决杨晓这件事，是你们的事情。麦克，如果让我们季格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来，我作为负责人是不接受的。这件事情是我惹出来的，我愿意承担责任。那我差点忘了，麦克，你们是老朋友了吧？对不起啊，麦克，辜负了你的信任。我愿意先当众发出声明，表示这是我的个人行为，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再向杨晓的家属悔罪。可是，钟硕，你一旦把责任都承担下来，以后在公关界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就像你当时在媒体界一样，你可要想清楚。只要能让公司还有鹏翔航空撇清责任，我愿意这么做。香依姐，苏娥说她那边准备好了，随时待命。
不过我们这么着急去丽溪酒店干嘛呀？到了你就知道了。林先生，我有一件担心的事情，不知道应不应该和你讲。你是指我当年的那篇报道？ Yes。放心吧，我不会提这件事情的。毕竟这件事情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我担心你一露脸，媒体就会挖你的过去。那我也会同样承认，这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跟鹏翔航空无关。王总，都准备好了。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我觉得，明天仅仅是林中硕认错，并不能解决我们季格公关跟鹏翔航空的危机。还有别的办法吗？虽然我不忍心这么说，但的确有一个转移视线跟责任的方法。你说。将当年林中硕因为错误报道，导致机长遗孀自杀的事情曝光出去，这样公众抨击的焦点就会转到林中硕跟鹏翔航空身上，我们季格公关就可以减轻舆论压力。要是这样的话，林中硕不就毁了吗？那公司利益怎么办呢？方总，我们没有时间了。什么时候把消息报出去？明天发布会现场。我真的是怕钟硕挺不过去呀。那就只能看他自己了，我们也是没办法的选择。其他同事呢？他们怎么说？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么做太无情了？我都想好了，就说是我的主意。我是公司的老员工，其他人应该可以理解的。好吧，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出去以后，我再劝劝鹏翔航空，让他们提高赔偿金额。到了那个时候，他们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多放点血出来。到时，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了。好。怎么会有这么多家媒体啊？原来我们是来鹏翔空难的赔偿发布会采访。哎，不签到吗？难道我们婴童要跟别人一样出牌吗？我们到底是要采访谁啊？画面卡到这儿了。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的发布会将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鹏翔航空的公关代表就遇难者家属杨晓疑似自杀事件的说明。第2个部分就是鹏翔航空的负责人就鹏翔空难赔偿事件的说明。接下来我们的发布会马上开始，下面有请鹏翔航空的公关代表林钟硕先生上台发言。大家好，我是鹏翔航空的公关代表林钟硕。
下面就媒体爆料的彭翔空难遇难者家属杨晓的疑似自杀事件，作出如下说明。杨晓是2016年彭翔空难遇难者邱云雷的妻子，也是彭翔空难中国籍遇难家属委员会的会长。我于1周前与杨晓接触，商谈彭翔航空赔偿金的事宜。昨天，杨晓的自杀遗书被曝光到网上，我作为彭翔航空的公关代表，在此声明。我没有做出过任何逼迫杨晓的行为，逼迫杨晓的人是另有他人。真没想到，空难的原因还没有定论，你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这是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但是拿着你死去丈夫的赔偿金，跟别的男人过好日子，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你想怎么样？如果你不同意彭翔航空的赔偿金的话，我就把你和那个男人同居的照片发到网上去。到那个时候，你可以看看你的孩子，你死去丈夫的家人，包括公众是怎么议论你的。这个社会对你这样的女人可没那么包容啊！太卑鄙了！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公众对你的指责可比我告诉你的这些会难受10000倍。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你能受得了这些吗？或者说，换一种方式解脱呢？杨晓并没有自杀，他现在正在楼上接受婴童的专访。对不起，因为我的失踪给社会公众造成了担忧，我向大家道歉。我只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能让社会重视我们这个群体。这些4年前的一场空难，人生被彻底改变的这一群人。杨小姐，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你现在的心情？这种事，你为什么会选婴童来帮你？我想用文文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为了对付我，不惜伤害别人的生命。但如果林钟硕在这件事的解决方法上有问题，我为了公司利益考虑，会立刻停掉他的工作。你巴不得所有人都孤立我，这样我就可以早点从公司滚蛋了。他居然要用威胁的手段逼一个叫杨晓的家属同意赔偿条件，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杨晓又交了新的男朋友。方先生，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对呀，跟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吧，方先生。好，请大家让一让。哎，方先生，你跟大家说一说吧，方先生。请大家让一让。大家听我说，刚刚大家看见的那个视频是一场阴谋，它
他们为了赶走新上任的老板，不惜用这种龌龊的手段，实在是太可笑了。正好当着外界和各位媒体，让大家看一看，他们侮辱我，就是在侮辱季格，而他们这么干，就是想让季格完蛋。完蛋的只有你，并不是季格。下面的人，并不全是记者，还有我们季格的员工。冯总，你离开季格公关太久了，新的同事，您好像都不太认识吧？今天的发布会，我们并没有直播，而是为你一个人而开的。您逼迫杨晓的视频，还有您刚才的反应，都只是给那个摄影机后面的人看的。那台摄影机连接的是美流总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宏伟公关跟美流签的收购协议中，可是有对赌条款的。如果您不能连续3年让季格公关的业绩达标，那您的宏伟公关将换不回您想要的季格股份。现在您刚来季格公关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被辞退了，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你们摆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来对付我，确实出乎我的意料，让你们费心了。但我也告诉你们实话，我方丽今天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的目的早已经达到了。你们用我的方式来对付我，我佩服。今天输，我认。祝各位各自安好。所以这一切都是跟林总计划好的，你们没有真的离职是不是？当然了，那还不是为了给方丽演戏啊？哎，你别以为我们不用工作呀，我们可忙了，又要教杨晓怎么说、怎么演戏，还得跟着一块忙活布置这个假的发布会，超级麻烦的好吗？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我是可以帮忙的。因为你傻呗。这要是告诉了你，全世界不都知道了吗？一个把心思都写在脸上的人。来，林总，你现在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夸奖我们一番了，怎么样？演得好不好？棒棒的，对不对？但你们演得再好，都没有霍总演得好啊。人家霍总是方丽身边的人，大卧底呀。这要是穿帮了，咱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呀。影帝。毕竟我是跟女演员谈过恋爱的，好吗？这点演技难不倒我的。
请你这个口吻，你是在自夸呀？那不是吗？那可以讲的是吗？啊？我们以前都不好意思问的。对，失败中还是会有点成长的嘛，你知道吗？杨晓的采访视频，我们团队的人正在进行剪辑，10分钟以后就会发出去。我的工作就做完了，接下来的事就看你的了。谢谢。不要谢。如果文文在的话，他也会这么做的。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能挺过去，但是太难了。我骗不了自己。虽然我开始新的生活，但那是自欺欺人。我从来没有从4年前的那场灾难中恢复过来。我相信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也都和我一样。这4年来，我无数次的在心里边发问，被不幸命运选中，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个采访是这家媒体要做的空难遇难者家属采访的第1集，后续还会有更多家属接受采访。但我想，其他家属的心境应该跟这个杨晓差不多。Mike， 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航空公司，不仅会让空难罹难者家属感到心寒，围观的公众一样会感到失望的。最终，鹏翔航空损失的恐怕会是整个中国市场。对不起，不要再说了。我们为机构公关不站在鹏翔航空立场的态度感到非常失望。我们请你们代理鹏翔航空，是希望你们去说服空难的家属和公众，而不是反过来说服我们。希望你们能用让我们满意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终于明白你的工作有多难做了。危机公关最艰难的不是平息舆论，而是去说服那些总想着逃避的当事者。正视错误，承担责任，也许是成年人世界里最难做到的事情。但现在，杨晓的视频已经发了。如果今天之内鹏翔航空不对于赔偿金额做出回应的话，给公众的印象只会更加负面。实在不行，我们只好放弃鹏翔航空了。我还有一个办法。香依姐，你这次帮林钟硕，是不是希望文文姐也能看到采访？喂，林总。林总，您确定要让我们英童来曝光您对鹏翔空难错误报道的事情吗？这是鹏翔航空极力想隐瞒的事情。虽然当年我跟鹏翔航空之间并没有违法的交易，但是他们确实故意放出消息误导了我。如果这件事情曝光出去，对于鹏翔航空来说，面临的压力又会变大。其实刚刚凯文私下已经跟我说过了，他们来之前，鹏翔的总部跟他们说，如果杨晓自杀的事件闹大，他们是可以提高赔偿金额的。但现在他们看杨晓没事了，又把这个口子给封上了。不行，我反对这个做法，这会把你也搭进去的。更何况你现在还是记个公关的人，这样也会影响到公司的。我是主动承认，而且目的是为了让鹏翔航空直视自己的责任，公众是会理解的。那我宁可放弃鹏翔航空这个客户。是你说的，
这样价值观不正确的客户不要也罢。我们可以放弃客户，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彭翔空难遇难者的家属们。公关如果只考虑客户利益，不考虑公众利益，那还有什么意义呢？请马上去准备吧。你真的想好了吗？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不离开你，怎么知道你还爱我啊？那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因为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我。你用了4年的时间，才鼓足了勇气，来面对这一切。这一天，你等得太久了。大家好，我是婴童主笔徐文文，现在是婴童直播特别报道第1期节目。我们在为彭翔空难遇难者家属系列采访做准备的过程中，了解到4年前的彭翔空难，其实还有一件尘封的、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往事。但是它对于我们了解一场空难是如何改变经历过它的人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亲历彭翔空难事件的记者林钟硕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追溯整个事件。根据林钟硕先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4年前彭翔空难刚发生的时候，有一名记者得到了彭翔航空提供的带有误导性质的信息，发出了一篇关于彭翔空难机长是因为精神疾病自杀坠机的消息，导致机长的中国籍妻子因为不堪忍受舆论的重负而自杀。李先生，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现在在网络上也能搜到那篇报道。当时那篇报道一出来的时候，因为彭翔空难的中国籍遇难者特别多，所以愤怒的民众就在社交媒体上，还有现实生活中，对机长的中国籍妻子进行辱骂，导致中国籍妻子不堪忍受，跳楼自杀。关于发出这篇报道的记者的情况，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当时正在做出这篇报道的那个记者，就是我，是我本人。我当时正在彭翔航空的总部，每天更新。That's ridiculous. He's out of line. 所有的媒体的报道其实都是从我这里转载的。我的那篇关于疑似机长精神疾病导致坠机的报道一经发出，整个国内的媒体就都沸腾了。您当时发出这篇报道，是因为和彭翔航空有利益交换吗？并没有，是错误的信息给了我误导。也加上我调查不够尽职，整个事情都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可是如今您的身份是彭翔航空的公关代表，您这么做又是什么意图呢？如果我都不能直面自己的责任的话，我又如何去代表客户去尽他们应该尽的责任？God damn！ 是因为彭翔空难的黑匣子找到了，
坠机的真实原因得到公布，您才知道您当年的那个报道是有误的吗？不是，其实机长的中国籍妻子自杀了以后，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所以我就后来辞职了，没有再当记者了。这4年间，你有去接触过机长遗孀的家人，给他们道过歉吗？我有一直关注他的家人，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见他们。为什么？如果他们现在出现在你面前，你想要对他们说什么？对不起，4年前，我用我手里的笔，犯下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这4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精神的折磨，而折磨的根源是因为我知道现在的我，无论做什么，哪怕去死，都无法弥补当年我对你们的伤害。婆婆，你怎么了？啊，小雨儿，婆婆没什么。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至少我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切说出来。说出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要求得你们的原谅，而是要对其他人警示。无论你是记者，亦或是其他可以影响舆论的人，或者是坐在电脑桌前的网民们，你们发出的每一句话，你们写下的每一篇报道，甚至于你们在电脑桌前敲下的每一行评论，都有可能把当事人推进无尽的深渊。在这个全民皆是自媒体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个人手里面都有一把无形的刀，可以伤害任何一个人。不利用这把刀作恶，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底线。我希望大家以我自身为警戒，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I can't believe it. In such a big company, there is no on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林先生，我需要重新和你协商空难的赔偿标准。老高，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至今还没有忘记我把林钟硕推荐给你打的那一通电话，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到现在我才相信，方丽是一直爱周雪的。如果有一天周雪醒了，不知道她会不会怪我。不想进去看看他们了，还是觉得自己心里有愧。没错，表面上
你是赢了。你选择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打败我，这样显得你更像是个英雄。但当你面对被你伤害人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你赢的到底有多么的空虚。你说的对，这个过程中，我确实伤害到了人，但是有一个人比我更加不敢面对周雪。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一个知道自己有罪的人，面对心爱的人，是多么的无力。高总临死前都没有供出你，就是想把解救你的机会留给你自己。没人可以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赎罪是卸下包袱唯一的方法。只要周雪还在，你就可以重新拥有这一切。雪儿啊，你已经睡了好久了。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才不愿意醒过来的。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这么做，因为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我，你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雪儿，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醒过来，醒过来，哪怕看我一眼，就一眼。雪儿，你知道吗？钟硕今天来看你了，他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我才能重新拥有这一切。以前我一直都认为这个世界欠我的，但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他已经把最好的全都给我，就是你和依依，你听见了吗？雪儿，我想
我知道我自己该去做什么。真的要走吗？我都想好了，我只有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才可以重新开始啊。好啦，多保重，照顾好自己。傻瓜。王丽，你的妻子醒了。帮我照顾好我的妻子。拜托了，爸。
定会长大的。今天不用加班喽。马林，你看你那个样儿。哎，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楼上他们开董事会，他们说会任命林总当 CEO， 开不开心？你们怎么都这么冷漠呀？妹妹，没事，你要是不愿意去当这个 CEO 的助理，哥哥替你去，没关系，高兴点，高兴。不是马林啊，你是不是不长记性啊？你记得你上回这么兴奋，后面发生了什么吗？你快给我呸吧你！那种破事能发生第二次吗？我告诉你们，林总这次这个 CEO， 除非他自己不干，要不然没人可以抢走。霍总，林总怎么还不到啊？可能堵车吧，再等等。霍总，这是林总给您留下的。魏伦，当你可以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我们已经成功了。请原谅我在最后决战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离开。事实上，从我们相遇的开始，就注定了现在的分别。我本来无意做公关，我觉得是老天在冥冥之中给我了一个机会，让我去帮助那些被危机引起舆论所伤害的人，从而解救我当时备受折磨的灵魂。我早就预感到自己对彭翔空难进行了错误的报道，并且为此沉沦了3年。白天我假装潇洒放荡，只有午夜梦回时，我才知道躲不过自己犯下的错。我从不敢奢求当事人的原谅，但我又自私的希望可以摆脱这3年来的噩梦。终于，我等来了彭翔空难真相大白。虽然坐实了我的错误报道，但我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为自己的错误赎罪。这也是我一直不敢奢望的重生机会。现在我何其有幸，终于可以尝试全新的生活了。可却也到了我们不得不告别的时候。我已经群发给基哥所有的董事会成员一封信，推举你来做基哥新一届的首席执行官。答应我，一定要让伟伦坐上 CEO 的位子。论 CEO 的职位，你比我更合适。你受人爱戴，而我只喜欢背地里耍小聪明。更关键的是，我所有的招数你都知道，再做下去就没有神秘感了。只是遗憾的是，我是在已经喜欢上你这个朋友时离开，我还真有些不舍。最后拜托你一件事，帮我和我们的团队4个人说下再见。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告别的场面。我感谢他们这段时间的陪伴。人的自我完善都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完成的。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温暖和关爱，
远远多于我为他们所做的。我不想说有缘再见的话。大部分从我们生活中离开的人，都不会再见。我希望他们只是把我当成人生中的过客，走好接下来的路。你们怎么回事啊？我就让你们招一个能写稿子的人，有那么难吗？哎，文文姐，你招聘的要求太高了。哪里高了？那些招聘要求明明写。林总，你来干什么呀？我来应聘的。什么？我可没钱给你啊！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我要当老板。他当老板娘。